Hello， 各位看官，这里是楚掌柜的小茶馆。今天给大家干出来的漫画，来自于江户川乱步的短篇小说《16之谜》，故事正式开始。在日本，有一家面积不小的翠峦山庄，炎热的夏季，有很多旅客前来投宿游玩。小江川是警视厅搜查科的一名警察，平时酷爱阅读侦探小说。这天，他和妻子一起来到了翠峦山庄休假，放好了行李之后，妻子便前去泡温泉了。小江川也乐得清闲，独自一人来到了大厅之内，翻阅起了侦探小说来。没想到正好认识了有同样爱好的书迷朱古。朱古是一个40多岁的秃头男人，留着漂亮的连鬓胡子，透过黄色的镜片能够看到他双眼爆皮的大眼睛。后来小江川才知道，朱古是因为妻子去世了才来此处度假散心的。二人就喜欢的侦探小说交流起来，相谈甚欢，甚至让小江川觉得不虚此行。一晃到了第3天，吃完了午饭以后，小江川在树林里散步，正好撞见了朱古坐在树下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书，于是便走了过去，打了一声招呼。那是一本黑色封皮的小说，背面的金色字体写的是最后的案件。小江川回忆了一下，自己似乎也看过，但情节记不太清了。两人交谈了一阵小说内容后，朱古忽然话锋一转，问小江川既然是警察，能不能讲讲自己经历过的离奇案件呢？小江川思考了一阵，便答应了下来。于是朱古又建议去瀑布边的一处悬崖上讲述，如此更能符合案件带着危险的魅力。小江川欣然应允。等二人在岩石上面坐了下来，小江川便打开了硫酸杀人案的话匣子。记得是在大正某年，在名古屋郊外小镇发生了一起杀人案。那天夜里，一名警官正在僻静的街道上巡逻，忽然发现一所空置了许久的破房子里竟有微弱的光亮。走到窗前后，发现是一个长发青年正在烛光下挥动画笔，在朝着地下的模特仔细观看。那警官顿时吓了一跳，地下的哪里是什么模特，分明是一个头部伤痕累累、血肉模糊的死人呢！意识到这是一起重大杀人案，那警官立刻冲了进去，扭送着长发青年去了最近的派出所，随后又上报了警察署。当天晚上，小江川正好执勤，接到了电话以后，便跟着法医和经验丰富的老侦探来到了案发现场。死者年纪大约在30多岁，没有什么特征，穿着一件旧夹袄，手脚都被绳子捆绑着，头部和胳膊都有被抓伤的痕迹。而可怕的是，死者不仅面部被泼洒了硫酸，甚至口腔内同样是皮肉糜烂，似乎是被凶手硬灌下了硫酸。从远处看，死者头颅就如同是一个裂开的石榴。警方首先审讯了那个对着尸体绘画的青年，可那青年只说自己是夜间探险的时候发现的这具尸体，于是他欣喜若狂，取来了纸笔，开始全神贯注地写生，其他的什么也不知道。即便警方使用了疲劳战术，可这青年也不承认是自己杀了人。第二天，警方对空房子搜查了一遍，没有发现硫酸容器或者可疑的痕迹。因为现场处于偏僻之地，询问附近的居民也都是一无所获。但是没想到啊，在案发的第3天，死者的身份被意外地搞清楚了。当晚，小江川留在警察署研究案件，忽然一个叫做绢代的女人打来了电话，说是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当面谈。绢代的丈夫叫做古村，是当地一家羊肉包子铺的老板。小江川和古村算是老相识了，因为都喜欢侦探小说，所以经常互相交流。到了古村家以后，脸色苍白的绢代紧张地告诉小江川，自己的丈夫古村失踪了，而且就是在硫酸杀人案发生之后的次日清晨。原来古村最近正在筹备一个食品公司，
因为要和一家制糖公司的董事长会面，所以在那天凌晨4点便坐上了开往东京的火车，此后就音信全无了。宣太又告诉小江川，其实昨天晚上看报纸的时候，他就知道硫酸杀人案的死者是谁了，正是古村家常年的商业对头，另外一家羊肉包子铺的老板秦野。因为报纸上的衣物和秦野穿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娟代之所以没有立刻报案，是因为害怕杀人案和她丈夫古村有关。在名古屋有名的羊肉包子铺，当初共有2家，一家是娟代丈夫古村家，另外一家便是秦野家。为了争辩谁更正宗，2家的关系闹得十分紧张，比如潜入对方的厨房往包子馅里放沙子，或者雇佣巫师诅咒对方破产，又或者是在大街上大打出手等等，几代人种下的怨恨种子，导致古村和秦野2人打小就不对付，经常一见面就打得头破血流。长大以后，2人在恋爱问题上也竞争了起来，他们为了追求娟代都豁出了一切，最终以古村娶到了娟代而告终。这一次败北让秦野自暴自弃，他开始不理商事，成天出没于花柳街，逐渐不景气的包子铺最终倒闭。秦野的父母也因为羞愤而相继离世了。没有蹊跷，秦野就成为了靠着亲戚朋友接济度日的独身汉。再后来，这秦野竟然还厚着脸皮3天2头去古村家的门口乞讨饭吃。起初古村看他可怜，也曾经笑脸相迎，但时间长了，古村竟然发现这秦野的目的不纯，竟然借着吃饭来骚扰妻子娟代，于是就和秦野大吵了一架。此后秦野便不再登门了，却四处散播娟代和自己有染的谣言，导致古村夫妻2人的关系破裂，最近经常吵架。讲到了这里，娟代拿出了一张信件，上面写着一段话：明天下午4点，我在那一间空房子里恭候，你若有胆就过来解决咱们的恩怨。信件的落款正是秦野家曾经的标记。娟代担忧地告诉小江川，信件是在硫酸杀人案的前一晚收到的。古村当时答应自己不会理会秦野的挑战，可是当晚他却在书房里忙到了深夜。现在想来，会不会是为了麻痹自己？因为古村的书房面向庭院，在角落里有一个通往附近街道的折叠门，古村是可以悄无声息地前往那一间空房里赴约的。娟代猜测，很可能是秦野为了报复古村，约他前来，准备用硫酸给古村毁容，让自己永远伺候一个丑八怪。结果被古村提前察觉，于是在2人之间发生了一起恶斗。小江川看着胆战心惊的娟代，也只能说出一些安慰的话语。告辞以后，他快步回到警署，却发现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死者身份。原来前不久有2个点心铺的伙计已经辨认出了死者的衣服是秦野的。随后警署又立刻派人调查了秦野去处，结果发现秦野在前天外出以后至今未归，于是死者的身份便确定了。既然死者是秦野，那么就很有必要调查秦野的死对头古村。而小江川因为和古村相识，所以只能暂时规避调查，工作由副警部齐藤负责，很快就干净利索地掌握了可以证明古村是凶手的证据。前面讲过，古村正在为了创建食品公司而奔波，而这个公司是靠着很多不景气的点心铺老板集资的。古村负责保管众人筹集的5万元，暂时都活期存在银行里。几家老板得知了硫酸杀人案以后，就纷纷来到古村家打听存款的去向。可是娟代翻遍了家里，却只找到了一些小额存单。等到众人去银行里询问，却得知在硫酸杀人案的第2天凌晨，就有人拿着合法的手续将5万元全部取走了。由此大家一致认定古村就是毫无疑问的杀人凶手。他在杀死了秦野之后，夜晚返回家中和妻子告别。根据娟代讲述当天夜里在她迷迷糊糊和丈夫温存时，
感觉到古村又哭又笑，十分的反常。当然了，他回来最重要的还是取走那5万元的存折，毕竟没有钱如何逃命呢？至此，案情陷入了僵局，全国到处都在联合搜捕凶手古村，可是10多天过去了，却没有任何的消息。某天，小江川路过古村家，正碰见绢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娘家，于是他便上前帮忙，却无意间发现了古村的一个日记本。出于好奇，小江川翻阅了起来，上面无非是一些咒骂秦野的话。翻着翻着，其中一页的空白处有一个清晰的指纹引入眼帘，大概是古村写日记时大拇指沾到了墨水，无意中留下来的。下一瞬间，小江川的脑海中忽然灵光一现，他立刻搜集了其他能够留下指纹的东西。经过了检验，在一个烟灰缸上面也发现了和笔记本上相同的指纹。于是小江川激动地喊来了绢代，询问古村在失踪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一切。晚饭时，古村背着身工作，绢代只是把饭放在了书房里，估摸着吃完了以后有10多出来。凌晨1点左右，古村回到了关着灯的房间里，当时绢代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却被古村拉着发生了关系。期间古村又哭又笑，但是绢代太困了，满足了丈夫以后便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凌晨4点，古村自己换好了西装，直到吩咐好的人力车到了，绢代这才起来，将古村送到了大门外。秋天的凌晨4点，伸手不见五指啊！而且当天还碰巧停了电，也就是说，从前天晚上到第2天的清晨，绢代都没有看见丈夫的脸，甚至没有听到一句完整的话。小江川的心里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想。回到警署以后，他立刻把古村日记本和烟灰缸上的指纹与毁容尸体的指纹做了对比，结果发现竟然完全一致，分毫不差。并且当天古村家里停电的原因也查了出来，是有人故意拉了电闸。原来那个面目全非的死者不是秦野，而是古村呐！之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罪犯秦野演的一出以假乱真的鬼把戏。2人身材相似，发型又都是分头，毁了容之后很难辨认。他杀死了古村，又假扮古村糟蹋了绢代一晚上，随后盗走了巨额存折，逃之夭夭，从乞丐转眼变成了富家翁，可谓是最为成功的复仇了。只可惜啊，因为秦野并没有考虑到指纹，所以被小江川发现了事情真相。小江川很快就将自己的推理做了汇报，得到了上司的认可，于是就靠着这个指纹推翻了之前的定论。至此，这一起硫酸杀人案便结束了。听完了以后的朱古不禁疑惑地询问，那真正的凶手秦野最终如何了？小江川说，很遗憾呢，秦野至今逍遥法外。但是案件都已经过去了10多年了，还有谁会去在意呢？朱古却忽然笑着问小江川，说咱们要不要来玩一把小孩子划拳的游戏呢？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。小江川虽然不理解，但不服气，于是2个大男人便在悬崖上玩起了石头剪刀布。刚开始还不分胜负，可渐渐的朱古一直占据上风，小江川怎么也无法取胜，只能认输了。朱古是得意的笑道，划拳这东西啊，奥妙无穷，脑子笨的孩子第一次出布输了，就会想到对方是用剪刀赢的，下次我就得出石头。可是稍微聪明一点的孩子就会想，我出布输了，如果下一次出石头，对方肯定会出布，所以我就应该出剪刀。而最聪明的孩子总是进一步的想，我出剪刀，或许对方也能够想到，所以我还是应该出布。以此类推，只要每次都比对方多想一筹，就立于不败之地了。这个道理在破案上也是通用的。
在硫酸杀人案里，小江川你就是那个有些小聪明的孩子，被更聪明的凶手给算计了。感受到了朱古的嘲讽，小江川就带着怒气问：那你有什么高见，说出来我听听。朱古说：这很简单呢，日记本和烟灰缸上的指纹都是提前伪造，根本就不是古村本人的。小江川的心里有些发凉，但还是嘴硬地问：既然不是古村的，那还能是谁的？朱古毫不犹豫地说：当然是秦野的。有一段时间，秦野不是经常去古村家里吃饭吗？古村完全可以让秦野在不经意之间留下指纹。当时的古村面临破产，几十万的债务，倾家荡产都偿还不了。而他之所以狠心地抛下了妻子，只可能是因为他和另外一个女人搞了外遇，所以在杀人之后才带着现金和小三私奔了。而在古村认识的人中，正好有你这么一个思维跳跃的侦探，所以他便绞尽脑汁想出了这个计策，扮演成秦野的样子，故意不露脸不说话，演了一出好戏。而当看到尸体的面部被毁，稍微敏感的警官都会怀疑是不是死者的身份有问题，再加上关键的指纹证据，你就完全陷入到古村设下来的圈套了。小江川有些目瞪口呆了，为什么朱古说的就跟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样？朱古则是忽然伸手拔掉了自己的假牙，没有了牙齿的支撑，他整张脸顿时瘪了下来。他又摘下了眼镜，微微地眯着双眼问：小江川，你再仔细地看看我，如果没有胡子、单眼皮，还有一头浓黑的分头，想起来了吗？当眼前的模样逐渐和记忆中那人重合，小江川不由得失声尖叫起来：是你，你是古村！古村则是显得十分痛快：嘿嘿，没错，正是我。当初我取走了5万元以后就离开了日本，等你开始怀疑死者是秦野时，我就已经到了朝鲜，后来又到了中国上海，和明子同居了1年。对了，明子就是和我私奔的女人。在逃亡的这一段时间里，我用脱毛剂去掉了多余的头发，又把鼻子整成了高鼻梁，牙齿更是全部拔掉，换成了和以前相反的龅牙，还把单眼皮割成了双眼皮。但我还是不放心呢，于是又牺牲掉了一只眼睛，这样我就有一直戴着有色眼镜的借口了。说着，古村猛然地挖出了左边的假眼。后来我就和明子返回了日本，10几年里都一直在全国各地旅行，想想也足够满足了。古村又拿出了那一本黑色封皮的小说，今天我就是故意引诱你讲述当年的案件，你难道忘了吗？这本小说中，凶手就是假扮被害者，糟蹋了被害者的妻子。你看，这里还有你用红色铅笔写下来的感想呢。小江川恍然大悟，当年自己只是一个月薪微薄的警察，只好经常到古村家里借书来看，这就是其中的一本呢。而就在小江川有些愣神之时，古村忽然又大声地喊道：小江川，你是我的手下败将，完全上了我的圈套。我的名字1个月前因为急性肺炎走了，我对这个世界也没有任何留恋，我最后的心事就是找你说明案件的真相。现在我心满意足了，也是时候该去和明子会合了。说完，古村趁着小江川不注意，忽然就跳下了悬崖。只见古村的身影如同是一个小白点般逐渐的消失，最后扑通一声坠入了深渊。在荡起的涟漪中，似乎是能够看到一个巨大的熟裂的石榴。峡谷又恢复了平静，只有岩石上那一本黑色封皮的小说和一颗凝视天空的玻璃假眼，似乎正在继续诉说着一个离奇的故事。好了，各位，故事到此便结束了。如果喜欢，请多多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